就像您刚刚说的，您这4、5天呀，除了去过超市、菜市场，您再想想，您还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呢？那都好几天了，我上哪儿能想得起来呀？那天有没有亲戚来家里看望您？你帮我好好回忆一下。我说你这人，你问的这么较劲，你审贼呢？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我就是一天3个宝1个倒，过一天忘一天，我啥也不会记。我这儿难受着呢，求求你别在这折腾我了，行吗？啊，行不行啊？我现在老难受了呀！你们不给我治病，你们一直问这儿问那儿，去哪儿了？见谁了？这跟治病有关系吗？也不说给我看病，哎呦，我可活不成了，儿子。蒋阿姨，蒋阿姨，来，把口罩戴上。袁主任留在指挥部去协调排查的事情了。现在，各区支部门、街道、社区，还有公安和医院，已经组织了3000人左右，对于涉及金汇商场的所有流动人员进行全面的排查。哦，那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正式排查。现在已经开始了。哦，是吗？援军到了，接下来就看我们了。哎，老陈啊，你盯一下检测这边，有确诊的消息，第一时间发到群里。好。行，那先这样。哎，各位，本来是想给大家放个假，回去过个除夕，吃顿饺子。今天情况特殊啊，对不住大家了。现在各个医院正在组织医疗队支援武汉，今天晚上先头部队就会赶到。如果说那里是第一战线，我们这里就是第2战线，同样重要。都说我们搞疫情的平时是不露脸，眼下就是证明我们自身价值的时候啊！加油，抓紧时间。科长，哎，蒋玉英找到了，现在已经送往朝阳中心医院了。告诉江灿，如果他跟陆朝阳这回再掉链子，今年的先进个人就别想了啊！他已经说过了，24小时之内完不成流调报告，年终奖金不要了。唉，这一般呢都是疑似病例不配合，像他这种确诊了还隐瞒情况的，我还真是头一次碰见。他儿子一家没回来过年，老太太这心里啊，肯定不痛快。他没撒谎，他说的都是事实。什么事实啊？他病历本上写的，既往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和脑卒中病史，1个月之前做过核磁检查，海马体、内臼皮质和杏仁核体有明显缩小。早期的阿兹海默症症状。怪不得老太太说他过一天忘一天，我还以为是他故意找借口应付咱们呢。这下真的麻烦了。我想进去试试。挺难受的吧？我跟您说呀，您后面啊会感觉这呼吸越来越困难，胸口越来越闷。如果运气不好呢，可能会发展成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情况再差一点，就会出现脓毒性休克、代谢性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碍。那再往后基本上就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哎呦我的妈呀，大夫，你说我这病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它是一个新型病毒。照你这么说，我只有等死了。有这个可能性啊。哎呀，你咒我！但是您幸运是什么呀？您在没出现低血氧症之前就被送来医院了。你看这边的大夫啊、护士啊都特别有经验，特别专业，所以您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那就能慢慢好起来。配合。大夫啊，是不是他们让你来套我话的？对呀。你倒是实诚。大夫，我真没有骗你，
我这大半年呢，我的记性是越来越差。我早上吃的饭，现在都想不起来都吃啥了。哎，没事儿，我也老记不住事儿，但是我记不住的东西啊，我都会给它画下来。比如说，你看啊，我每天早晨7点1刻我就起床，起床之后呢，我就开始叠被，叠好被我就去洗脸、刷牙，吃点早饭。那有时候我也会忘了叠被。我一般都是5点起床，起床了就去浇花儿，浇完花儿啊，我拾掇拾掇就开始准备早饭了。天要好了，我就下楼遛弯儿。对了，下雪那一天，我嗓子发痒，开始咳嗽。头天啊，儿子回来剩了不老少菜，我就没出去买。下雪那天是18号，所以你儿子17号回来看了你。同志你好，请问蒋云英住的哪个病房？请问您是？我是他儿子，我刚刚接到咱们社区的电话，说我妈住院了。您好，是魏涛先生吗？啊，您好，是我。您是？我给您打过电话，我是市疾控的。哦，对不起啊，我以前啊经常接到类似的诈骗电话，我当时没多想就给挂了，实在不好意思。哎，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核酸检测是阳性，而你作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集中的医学观察。我年前工作特别忙，跟我妈都1个多月没见面了，这也算是密切接触者吗？可是你母亲说你17号回过一次家。不可能，我17号到22号一直在济南出差，我回来以后又参加了单位年前的总结会，想回家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再忙也不能不回家过年吧？老太太做了一桌子菜，等着你们呢。她跟你说的？对呀。可是我早就跟我妈说过，今年过年我带着老婆孩子去老丈人家呀。你母亲有阿兹海默症的初期症状，这个你知道吗？不知道啊。哼，你是真够忙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新的一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中华民族。好，我知道了。好，处长，刚刚又有2个确诊，出调做了啊，这2个都是顾客，1男1女，都跟金汇商场的那个售货员李梦有过密切接触。初步认定是被他传染的。孙雪丽同柜台的那个售货员，我在医院看过他的 CT 片子，双肺有磨玻璃一样的阴影，高烧不退，大概率是中招了。发病时间晚于孙雪丽，应该是让他给传染。传染给孙雪丽的人和传染给李梦的人，找不到这2个传染源，流行病学的联系就建立不起来。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你说这就像2台失控的病毒播种机，不知道能传染多少人。哎，大家吃夜宵啊！什么？算是年夜饭了。年夜饭啊！吃年夜饭过年喽！你们俩都不回家去？密切接触者得赶紧通知隔离。等我回了单位，我还有流调报告要写。小陆，你呢？不回去，团聚吃个年夜饭？我不饿。您好，我这边是这样啊，您听我说，您需要马上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接受集中的医学隔离，对，14天。14天呢是必须的，因为隔离的潜伏期有14天。这个没有强制的意思，我打电话只是通知您，如果不配合隔离的话，您就违法。真的是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着想，我不是不讲道理。您听我说啊，我们是市疾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
几点下班？还不知道呢。早点回去，别让你妈担心。好，过年的呢，我们也不想老打扰您。对。但是我们这么做呢，真的是防止这个病毒继续扩散。新年快乐，爸爸。如果您坚持不隔离的话，那我只能说您是对您自己，还有对您的家人，还有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30条，您可以看一下。是14天。哎，那好，行，那我这边已经做好计划。您稍微火一点，多蒸。科长，这总共加起来呀，金汇商场一共确诊了18例。就光今天一天的新增数量，都快赶上过去1个礼拜的了。发病日期都是在21号以后，孙雪丽是最早的，还得从她身上找突破口啊。这样，把孙雪丽的密接再重新梳理一遍，还有把21号往前一周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也筛一遍。重点看一看他们跟孙雪丽有没有关联。我这通知下去。哎，等一下，啊，我还有个事儿。哎，各位，昨天晚上上夜班的，把工作交接一下，然后到咱们旁边的那个快捷酒店去休息吧。啊。主要是就是想问一下，您近期是否登记好。您需要马上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我们不要疲劳作战。昨天晚上上夜班的，自觉一点，房间都给你们开好了，不要让我一个一个点名啊。核实一下您是否近期去过中华。对，小点儿，你带个头，快点。科长，我不困，你这去了也睡不着。睡不着也得给我躺着，明天早上5点再回来。熬夜评先进可不加分啊。科长，我估计大家跟我想的差不多，这明天就开新闻发布会了。袁主任要是再拿不出像样的流调报告来，那下一步的联防联控工作就更难干了。你现在啊，跟别的组说，结果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块硬骨头，啃下来再睡多踏实啊！我通知人家了，我也去忙去了啊。我都打完了。这都是你打的？啊，你都通知了？啊，那录音都在电脑里了。这位同志，我确实有困难，初二机票都订好了，你们也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啊。您可以坐飞机走，这可是你说的啊。对，我们的通话是录音的。如果因为拒绝隔离造成疫情扩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您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追责，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你说这还犯法了？这行，我哥。小陆，可以啊。哎，你还别说，他这性格啊，还真适合联系密接。行，正好，这还这么多呢，你接着打吧，来，打。这有谁饿了？谁需要吃泡面呢？啊，好，我去泡泡面。哎，你泡什么面呀？我去泡。来，你接着打，你打呀。嚯！这小子。
给我来。哎，你说小陆这小子，泡个面还挺认真的，你看，都写出来了。真看不出来这孩子这么细心哈。哎，科长，今天多亏了小陆，蒋云有阿兹海默症，什么都想不起来，密接呀、行动轨迹什么的，都是小陆给问出来的。真的假的？真的，而且他特别有耐心，一点一点的启发老太太，还画画给他做提示。行了，少夸两句吧。这老太太的传染源还没搞清楚呢。夸小陆呢吧？哎，是啊。听说他表现还不错。嗨，闷葫芦也有开窍的时候，不容易啊。年轻人，你得给他锻炼的机会，好刀也是磨出来的。主任，我知道这小陆是您推荐到咱这儿来实习的，而我就是不理解，你说像他那么一个性格的人，干嘛让他去干流调啊？做到里那研究，那又轻松又对路，是吧？小陆的父母都是感染非典去世的，那年他才6岁，他的心理创伤很严重，几乎感知不到对方的情感，也不会跟人打交道。过了整整差不多1年，小陆才开口说话。亚兹伯格综合征，不能够发展友谊，也不能够灵活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境，经常会被周围的人所孤立，属于孤独症的一种特殊类型。怪不得我问小陆，我说，哎，我怎么没见你发过朋友圈呢？是不是把我给屏蔽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没有朋友，所以不发朋友圈。但是他很聪明啊，他的记忆力、逻辑能力都非常强。他高考的时候总分全校排第3。他填志愿的时候根本谁也不商量，直接就报考预防医学专业。为了来咱们这给我打电话，打了无数次。第一是要落实，一定要保证他能来；第二就跟我表示，他说他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干好。是这么回事儿。陆，来吃点先。姐，你看啊，这个是确诊的郭海燕的手机号，这是孙雪丽的，他俩就差2位数。哟，还真是。哎，科长，来，快看一下，郭海燕、孙雪丽的电话号码，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小陆，这你发现的？嘿，小陆啊，我以前真是看走眼了，你小子还真是一个干流调的奇才啊！我那个马上我去核实一下手机号的事儿。好。哎，把这份面也吃了，快点，吃吃。这个号段呢，是金汇商场配给售货员的福利号，每个月都会有免费的套餐。郭海燕曾经也是金汇商场的售货员，她是1月21号辞职，22号发病。但是我们流调的时候，她并没有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这个郭海燕是在商场的哪层楼上班啊？她是在3层的运动专柜。那在她辞职的前后那几天，她
他跟孙雪丽和李梦有过接触吗？他是跟李梦认识，但孙雪丽并不熟，应该都没有过单独的接触。但是呢，也不排除有集体接触的可能，因为正好赶上年底嘛，一般单位都会有个聚餐呀、年会什么的。哎，你们等我一下。曹经理，哎，对，是我。麻烦你，我想问一下，年前你们开过年会、联欢会或者是工作总结会吗？没有没有，我们一般都是年后才开这些会呢。有其他形式的员工聚餐吗？据我了解，也没有。过年的时候都是旺季，各个柜台都挺忙的。那你们有没有员工餐厅啊？哪有这个条件呀？我们都是各自吃各自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曹经理啊。后续有什么问题我再麻烦您。哎，好嘞，再见。你说能不能对比一下3个售货员的销售记录？哎，也许是同一个顾客跟这3个售货员都有过接触呢。对呀。好了好了，有了，你们看啊，1月20号有个顾客在孙雪丽和郭海燕的柜台都消费过。查一查他的卡号是多少？这个卡是个购物卡，面值2000，应该是单位发的福利。那能看见他购物卡的信息吗？海星卡，持卡人姓名是魏百祥。他去世了。你知道这个人？魏百祥是蒋云英的丈夫，去年7月份就去世了。哎，如果是蒋云英拿着这张购物卡到商场去购物，先后传染给孙雪丽和李梦，那整个这个传染链全都连上了。不对，没连上，不是他啊，他老伴发的卡，那个老太太拿去消费，就逻辑上没问题，说得通。蒋云英最近没去过金汇商场。老太太得了阿兹海默症，她去过没准也给忘了。科长，你来看明细：1双44.5码的男士运动鞋，2支口红，1盒粉底，这不像是个老太太会买的东西。这会不会是他儿子去买的东西？不可能，他儿子年前就没有见过老太太。17号到22号这几天，他儿子在济南出差，我核实过了。那问问蒋云英本人不就知道了吗？病人呼吸、心跳骤停，意识丧失，呼之不易，血压测不到，化州血氧饱和度为0。开放气道，简易呼吸器辅助通气，林格试验500支脉点滴，维持静脉通路，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注射。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太太情况非常不好，已经上呼吸机了。他可能还有一个儿子。他的户籍资料我看过，他就一个儿子。那想办法调商场监控。现在都这么晚了，要调也得等天亮。再想一想，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啊？这样，我先给他儿子魏涛打个电话。哎，小陆呢？嗯？哎。喂，所里刚忙完，正往家开呢。什么？小陆人不见了？怎么样？我没猜错吧？肯定在这儿。
查到什么了？这垃圾不是老太太门口那垃圾吗？那个阿姨说17号她儿子回来看过她，她没记错。不对，我核实过，17号他儿子魏涛确实在外地出差。不是那个儿子，是这个儿子，送保健品的儿子。送保健品的儿子。你的意思是，他除了魏涛之外，还有另一个儿子？我知道了，这种事儿多了去了。我们所里跟那个工商所处理过几起这种类似的案子，就是那种专门骗老年人的健康顾问，到处认干爹干妈套近乎，然后卖保健品骗钱。懂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这个人应该是17号来看过老太太，老太太一高兴呢，就将购物卡给了他。这个时候他将病传染给了老太太，之后他拿着购物卡又去商场购物，又将病传染给了孙雪丽和李梦。喂，刘队，值班呢，跟你打听个事儿啊。我长富桥派出所的朱启祥是你吗？不是，咱这大半夜的，是不是弄错了啊？我干妈怎么可能是我传染的呢？我这身体这么健康，而且我不发烧也不咳嗽，我最近一直都在北京，我压根儿也没机会接触武汉的人啊。你这是准备出门是吧？是啊。去哪儿？什么时候？明儿一早，不是，就今天早上高铁去长春，我那边有一活动。蒋玉英已经确诊了，而你作为她的密切接触者，必须要接受集中的医学隔离，暂时不能外出。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人身自由吧？对吧，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啊，这是为你好。刑法、传染病法都明确规定，出了问题你得负法律责任。不是，这我明白，我也不是说我不守法，是吧？但是明儿那活动我必须得去，我要不去我就违约了，我也得负责任。哎，不是你干嘛呀？你这是？我要对你咽部进行取样，进行核酸检测。不是，我又没病，你测我干嘛呀？传染病关系到公共安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有一这大半夜的，我们3个愿意跑来折腾你啊？不是，那也没有你们这样的，是不是？不是警察同志。张嘴！那嘴张大。我就留在这儿了。核酸出结果，一般得好几个小时呢。所以我得留在这儿。成，我先送他回去，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小心点啊！哎，我来了。谢谢。截止到凌晨3点，一共派出了912个3人工作小组、24个突发事件处置组和12个收治组，撒大网捞小鱼，已经排查出6718名涉及京汇商场疫情的相关人员，9379名密切接触者，筛查出疑似病例89人，确诊的数字还在等疾控那边的确认。宋主任，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汇报完了。你们辛苦了。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我们今后的防控工作依然很严峻。今天上午10点半，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通报我们本市新冠疫情的情况，点名让我们卫健委的袁副主任参加。收到，宋主任。京汇商场聚集性疫情，在这次发布会上重点通报。市委和国家卫健委的领导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我明白，您放心，我们一定在发布会前拿出详实的流调报告。哎呦，吓我一跳！干嘛？还不能走，你得等结果出来再走。不是兄弟，你哥我多大买卖你知道吗？啊，耽误的话你赔得起吗？这结果没出来，不能让你走。不是干嘛呀？啊，来硬的是不是？松手！松手！来硬！哎，动手是不是？动手！不行！怎么回事啊？不是，怎么？你还想打人是吧？大哥，不是，警察同志，
我那边着急，他拉着我箱子，他不让我走。你说我跟你说啊，结果没出来之前，你暂时不能离开这儿。出了问题，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喂。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他不能拿我的箱子。啊！我回来，我回来了。我再等。好，我知道了。谢谢。是阴性。哎，大哥，没说错吧？是不是很健康？是阴性是吧？哎，兄弟，听见了吗？阴性，懂吗？阴性。哟，哎，你得再检查一次，我们得让他再检查一次。不是你没完了是吧？我记住你了啊！等我回京的，我要不告你的。你得再查。松手！有意思。主任，我认为小陆判断的没错。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朱喜祥身上。核酸检测一次阴性，并不能说明他没有被感染。武汉现在已经有病例，检测4次才确诊。哎，不如这样，我们根据指挥部的大数据，查一查朱喜祥近期的行动轨迹。喂。好，我知道了。小陆，你是对的。中心刚刚调了大数据，朱喜祥1月中旬去过湖北黄冈，还在武汉住过3天。他要去火车站。把手机帮我打开，里面通讯录有车站派出所电话。不对，朱喜祥撒谎了。我看了这个保健品的官网，他们的公告是下午1点钟活动开始，他现在坐高铁去长春根本来不及。所以说，他只有可能坐飞机去长春。张警官，机场派出所跟我们通报了，刚查了一下，朱喜祥已经过了安检口。可千万不能让他登机，密闭空间会增加更多的密接。我们已经派人去42号登机口找过了，但是没有找到。还有多长时间开始登机？10几分钟吧。哎，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们想办法将登机的时间推后，然后将登机口的旅客先给疏散了。这小子挺滑头，万一他发现登机口没有人，不上当怎么办？不会的，他着急走，他想马上就登机。那咱们就满足他，让他提前登机。小伙儿真有样。由于航路天气原因，从北京飞往长春的 CA1609航班提前15分钟起飞，请尚未登机的朱喜祥旅客立刻到 C12登机口。什么情况啊？这是？这一天一夜折腾的，真是辛苦你了啊，张警官。嗨，我也没帮多少忙。要不，咱们加个微信，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她有男朋友，你别惦记了。那怎么能？万一分手了呢？一切皆有可能，对吧？等天暖和了，我就准备办酒席了。回头想着多随我点礼。
哼，看样子啊，我还得趁早把他拉黑。哼，好嘞。来，小陆，我告诉你。哎，你怎么没朋友圈啊？我没有朋友，不发朋友圈。那是以前的事儿，认识你猛哥啊，不就有了吗？你们现在在第一线，一定要注意防护，保重。你也是。再见。慢点开。好嘞。好样的！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紧密协作，金汇商场这起牵扯了20名确诊病例、近万名密切接触者的聚集性疫情，终于水落石出，建立起完整的流行病联系。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加强防护意识，减少聚集外出，我们一起打好这场联防联控的战役。没事没事，科长您没事啊？哎呦哎，行吗你？科长您千万别动，我来扶您。你行吗？哎，不要紧了，没事的。我来扶您得了。哎，别浪费衣服，我自己能起来。您真没事？马上快2点了，咱们前面吃个饭吧。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完全都不会关注到这么一批人。但是在真的出事情的时候，那只有他们冲在最前面，保护我们健康的生活。我想在你觉得难过的。作为一个影视从业者，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事件、国家灾难面前，我们是非常有义务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要真正的传播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声音。生活偶尔超负荷，记得还有我一直陪着。当你戴上口罩，整个防护服全部都穿上以后，就真的没有氧气了。我就在想，医护人员一下穿那么多个小时，他们真的太辛苦了。没有见过你，却同行过一阵。天会蓝，心愿会我们必须抢在病毒传播的前头，如果出了差错，我愿与南老再来。让爱你回温。我们在一起，不就是彼此的家人？要安安稳稳，要戴口罩，你看，戴口罩就真才不戴口罩啊！我们在一起。我们200多个人，也是半个多月，1天都没休息过呀！啊！你的善良，我的责任，合起来就是彼此温暖的家门。他们虽然在干着跟警察很类似的事儿，因为他们要出去找各种可能携带这个病毒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警察的身份，很多人是不认他们的。这种为了他人、为了集体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就这种牺牲精神，真的是令人感动，而且是值得歌颂的。